欢迎你们来收听我们第5季播客，这是艾利克斯和 Johnny 新的播客项目老外说出来。那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有一点伟大，有一点雄心勃勃的，但我们会磨出成真和努力给大家有意思的看法。那 Johnny，欢迎你来到说话，你最近怎么样？最近还好，最近还好，好呀，所好呀。以你这周取了一个呃太复杂的主题啊，有一点所以有一点复杂，所以今天嗯我们讲的是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你对嗯技术的进步保障悲观还是乐观态度？你认为人工智能会超越人类的需要或能力？这一季我们就探索这样的问题。所以，Johnny，你现在39岁对吧？39岁，对，哇，很厉害。39岁，精力充沛，看起看起来我老还是年轻？很年轻。在你的一生中，你已经经历过一系列的新技术产品社会变革。你嗯对高科技发展有什么意见？嗯，这个对高科技发展。我觉得人类必须谨慎行事吧，因为呃，我已经知道人性就是要成长吧，我们都要成长，但是长太大太高的时候，可能遇到危险吧。所以，但是我们也是要分开科技的类别吧，因为有很多科技吧，有医疗技术，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还是我们说军事技术吧。但是，我有念过这本系列丛书吧，你有念过那个《沙丘》吧，《Dune》by Frank Herbert。我看这个电影，但我没看这本书。哦，这些丛书有很多书了，差不多9个吧。但是他们提供了很多观点对高科技的发展的东西吧。嗯。虽然是科幻吧，但人性就是人性吧。所以我有一些意见吧，跟这种高科技发展。所以第一个就是如果是医疗技术吧，如果我们没有医疗技术的进步，很多疾病和病痛将摧毁现代的社会吧。我们已经现在这3年有看到啊，如果我们是讲那些 COVID 的事情吧。但是我们也是要确保新的药和试验性的药进行适当的长期安全测试吧。如果我们没有好好考虑这些药会对我们长时间是好还是不好，可能遇到危险吧。嗯。所以中国文化我们有一个成语，以毒攻毒，你知道这个成语吗？还没听说一还度公。没听说。是用using poison to fight poison，right？So 以毒攻毒。所以如果你看那些电视剧吧，那个武侠的电视剧，他们有这种以毒攻毒。如果人家下了毒，还是被人下毒的，他们会吃另一个毒，就把他们扶持好好的。所嗯。以呃，这但是这个成语以毒攻毒，你应该要知道，你已经下了毒吧？如果没有适当的测试，你不知道你自己会康复，还是会变得更糟吧？但是毒跟药有什么区别呢？嗯。是
有效剂量吧。你嗯喝太多水也可能受伤你自己，你吃太多东西也可能受伤你自己。但是你吃一点毒吧，一一小块了就可以把更糟糕吧。所嗯以有效剂量是很重要的。所嗯以我对那个医疗技术我真的有乐感吧，但是要看那些新的药有进行适当那些安全测试吧。嗯嗯。很有意思，Johnny。我很那喜欢你怎么来解释你的看法，因为你总是会用一些比喻吧，一些 metaphors 来解释你的嗯看法，和我认为很有意义，很有意思。对我谢谢。也赞成你的观点，我认为对高科技发展来说，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嗯我们为什么创造这些新的科技？是为嗯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好。我认为有可能，嗯但我也认为在嗯我们因为我们都住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在这样的体系下，在这样的逻辑下，目的是赚钱。我认为是创造新的科技嗯来赚钱，但我不知道。对，是有一些。如果你想一想，如果你想想一个图标，图标就是一个 graph，OK，嗯无论图标的内容、预期寿命、平均识字率或电脑处理速度，都表示一样的趋势，和这个趋势是指数变化率。那什么是指数变化率呢？这意味着情况每年变化的更快。在整个人类嗯历史上，人们从来不经历过像今天快速发展和变革。所以嗯我认为这个有好处，但也有坏处。好处是发明的东西更多也更快。你想一想，嗯这个人工智能的 ChatGPT，你用过这嗯，个 ChatGPT 吗我有玩过。？Yeah，你有什么用法？只是问他们这问题吧，但嗯是跟他们交流一下，因为有些答案有一点特别，有奇怪的，但是嗯很多东西都呃答案都是对的吧？嗯，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无论如果你问这个 ChatGPT 我帅不帅，那我喜欢 ChatGPT 给的答案。他说什么？帅。其实我呃，我我从嘛，我还没问 ChatGPT 这个问题，就是帅笑话，但我应该现在如应该做的。如果他知道你帅吧，可能他是用你的电脑的webcam 就看你吧，有可能吧，有可能监控有一点可怕的。监控技术来看我的脸。嗯好，但其实在我研究中，如果我需要总结一些东西，或我会让 ChatGPT 做的。啊、嗯其实很了不起，甚至可以用中文来问可以用中文嗯问 ChatGPT 关于中国社会或历史相关的问题，和嗯答案是不错的。那当然不是100%确定的，但一般来说，这个 ChatGPT 可以给很多的答案，关于非常嗯多的话题。所以我认为一般来说，这个人工智能可以解决很多很多不同的问题。所以高科嗯技快速发展会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容易。对，你的看法是什么？关于这个嗯高科技让我们的生活更改善生活的质量，和让我们更方便，是会更生活更容易吧？
嗯，真的真的，我觉得跟你差不多一样吧。我觉得那种计算机技术吧，我有乐观的态度吧，因嗯为计算机技术可以做很多琐碎的工作吧，所以我们会提高生产力吧，让人们有更多时间可以追求自己的爱好吧。嗯如果电脑可以做的，你可以用你的时间来做别的事情吧。但是我们要必须小心沉迷于社交媒体嗯和电脑游戏吧，因为我自己如果我玩游戏的时候太复杂了，我真的很麻烦，因为我一直想要玩，想要玩，想要玩，然后会好像那个游戏就抓着我吧，所以最好是我不玩游戏的。但是很多年轻人也是有这种问题吧，玩太多游戏，还是用他们的手机电话太多吧，这嗯个要小心，因为我们的命不是在那个电脑来做的吧？我们要在外面做的，要跟朋友一起出去，朋友是家人一起，这种事情要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可以有一个游戏，你在里面也是做一个英雄吧，哇，每天我可以当英雄吧，我一直在玩游戏吧。最好是我在游戏的时候，我一直是会去打败那些龙还是什么东西，我都当英雄吧，这个是最厉害的。但是我回到我自己的命，然后我不开心吗？我没工作，我没什么钱，不可以出去玩，没有朋友，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吧。是是但是最可怕的就是人工智能嘛，因为人工智能会用逻辑来挂答案吧，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类的问题无法用逻辑来答案吧。嗯我给你一个例如吧，例如就是论理的问题吧。如果有一个推车，the trolley problem，如果有一嗯个推车嗯失控了，会撞到五个人，杀死那些五个人，除非你改变推车的路径，打一个人，人工智能会选什么？它可能是如果用逻辑的时候，哪一个比较好，杀掉一个人还是杀掉五个人？那这个可能是有一点逻辑吧。但是如果那个五个人是小孩子，然后那个一个人就是老人家，怎么选呢？嗯你会选什么？那然后人工智能会选什么？嗯，这个很复杂吧？所以这个是好像是道德的问题吧？嗯用逻辑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对，我同意，我同意，我认为是是难是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技术快速发展也危害资本主义的底线，因为嗯你想一想，资本主义依赖人们在做工作赚钱，赚钱可以嗯买东西，买东西提高利润，利润再投资生产更多等等，这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吧？那如嗯果比方说 ChatGPT 模型三还是模嗯型五还是模型十，嗯可以做，比方说150今天知识工作，那很多人会失业了。在嗯的在大的高科技公司，我认为我们已经看这个趋势，我们看得很清楚。和 嗯 ChatGPT 这个只是一种人工智能，这是一种人嗯工智能。那在嗯这情况下，人怎么赚钱？资本主嗯义怎么继续？现在有些人近年来有些人推荐这个全民基本收入，给大家基本收入啊、毕竟自动化也可以非常有利可图。
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把蛋糕分好。我认为现在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如果那么多人会失业，我们是会怎么？因为我们经济体系的逻辑是说大家需要工作，和如果你想一想我们教育体系，我认为也需要改革，因为教育体系学校的目的是什么？还是说大学的目的是什么？我记得我自己在2013年我开始学习，在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告诉我，你在大学是为了得到未来的好工作呀。所以这是我们的想法。我认为我们经济体系和教育体系啊、就分不开。和现在我们需要改革，我们经济体系需要改革我们教育体系，因为现在如果你是小孩子，你可以用你的电脑得到非常多信息。对你的老师还是你的教授，可能你可以找到答案非常的快，所以为什么你需要老师来教你？我们需要好好考虑这样的问题。可能未来教育体系的目的应该是我们怎么能够发现你个人的兴趣，还是说你个人的爱好？我们怎么能够提升你的能力，对这个爱好，还是说对这个兴趣？然后如你说的，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抓住他们的潜能，得到他们的潜能。但这个很难做的，我认为。真的很难做的，真的嗯，很难做的，因为人工智能有一天如果我们呃给人工智能自己做他的事情，然后一大早就可能人性都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工智能会选他有很多做很多选择，然后把人类都是好像我们当什么 slave，被控制，智能。控制被他控制，还是我们当奴隶吧？嗯嗯。所以这个是很好大的问题，因为开的时候怎么关起来啊？如果我们开的时候，那只有一个办法，所有的人不可以用电脑，所有的人不可以看电视，所有的人不可以用手机，那好像我们去回到Dark Ages，what's the word for that？黑时代，呃嗯大概就是黑时代，黑暗时代，黑暗。黑时代吧。嗯，Yeah，所以这个是，要真的要好好考虑，好好慢慢走对这条问题吧。对，但问题就在于在我们的在全球政治体系，我认为慢慢的走不行，因为嗯美国要造成新的科技。如果大家在美国说，其实我们应该慢慢的做，慢慢的做和安全的做，但你有中国在中国，中国要嗯进一步发展和甚嗯至在2016年，我住在上海生活时，我自己发现了上海的高科技很发达的，是很了不起。嗯大家用他们的手机来付钱等等，来找嗯男朋友、女朋友等等，已经是很发达的。所以我认为，在我们国际政治环境中是很难合作。关于这样的嗯，问题，我们需要合作，应该合作的问题，对。这个好像这个好像军事技术吧，因嗯。为每一个国家都要最厉害的军事技术吧，因为他们是
开战的时候，他们要有多强，还是多那些东西都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到一个时间，我们可能有够的方法可以杀死所有的人吧，但是相互确保教会能让每一个国家想到最平安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吧。但是问题就是人类需要一个共同的敌人来合作吧。如果我们没有共同的敌人，我们会自己想出来一个敌人吧。如果是美国，美国会说中国是敌人，然嗯后还是 Russia 还是什么地方，然后中国会说西方就是敌人吧。但是我们全部都是在一起吧，我们全部都在这些球吧，所以呃，这是发生呃战争的一个关键原因。我们现在还没开战，是因为如果我们开战的时候，那我们全部都会死了。嗯，没错，没错，对，我们住在一个地球村吧？地球村，嗯你知道这个词语吗？就是 global 嗯 village，我们住在地球嗯村。其实，如果你听习近平习主席他说的话，他很喜欢一个词语，他很喜欢说他的口头禅是共同命运体。共同嗯命运体，我们 we're a collective of common fate, common destiny。嗯，啊、对，但有时候习主席也会说很多很多对不太和平的，会表达一些不太和平的看法，关于美国等等。但嗯我同意，现在在我们剑拔弩张的国际政治环境中，是很难合作和。对，我担心，但我也希望作为研究所和作为我们的谈话，这是好处吧？你在澳大利亚，我在奥地利，我们用电嗯脑沟通，和我们沟通那么复杂的问题，用中文沟通，所以我希望这个就鼓舞人心。我希望这个，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我们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好处吧，和大嗯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哦，其实我们也是很类似吧。因嗯为之前我跟好多来自中国的老师一起谈话呀，和我发现虽然他们在中国，我在澳大利亚，但当然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思维方式其实很类似，很类似嗯。吧。所以我认为这是住在我们互联网年代的一个好处吧。和我希望未来我们能够站在一起和说空白呀。我们需要外星人来吧，然后做我们共同的敌人吧，还是人工智能是我们的敌人吧，共同敌人是有可啊。能。这个，如果你念这种杀球的书，你会啊得到答案吧？嗯我应该读这本书。那好，我认为今天我们可以说到这儿吧。但如果大家有什么看法关于这个很伟大又复杂的话题，请告诉我们和请评价我们，这个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谢谢，Johnny 要说什么？嗯，没什么。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就告诉我们吧，我们会考虑一下，然后说出来，因为我们是老外吧。对，那我说出来，谢谢大家，拜拜。